What 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Ooh,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They keep weighing me down. My heart is begging me to get the hell out of my head. I'm gonna live inside the upside down for a minute and pretend, honey, I'm a perfect 10. Whoa, whoa, honey, I'm a perfect 10. Whoa, whoa, and if I say it enough, it gets ingrained in my head, and I start to see, honey, I'm a perfect 10. Honey, I'm a perfect 10. Whoa. Hello，大家好，我是王小峰，欢迎大家收看新的一期评测。今天我们非常不一样，看我身后没有？美丽的泸沽湖，我们为了拍这个车，连游记都一块做了。这次呢，我和摸摸，我们两个人呢是从成都历经了大概4到5天时间，从成都走国道一路干到泸沽湖。看到我的车没有？已经变成了伊拉克战损的版本。这一路啊，我们一点高速没上，全部都是走的国道，有烂路，有石板路，有搓板路，甚至翻山越岭，各种路段都领略了。所以这次来说，对这台车的这个感受呢，还是比较深有体会的。那这次呢，我们就从外观、整个它的一个骑行感受，包括它烂路的体验，以及它的续航能力各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外观。我们先从车头来看啊，这台车呢跟以前的 TRK502有所不同。你看到它整个车身呢，在前半部是收紧了一些。以前 TRK502你看起来就跟我们都俗称什么国鸟，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的外观非常的大气，看起来呢跟水鸟有了一拼。你把它放在水鸟旁边，气质上一点也不输。但是这次 QG Moto 新出来的这个系列叫枭500系列，它也分为2个版本，其中一个呢是越野版本和公路版本，大概价格呢是42999。那公路版本呢，跟它差别大概有4000块钱左右，差在哪儿？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车头整个这次啊，全车的配置依旧非常高，全部 LED 的这个大灯啊、光源以及转向灯，这个都不用说，这现在的车应有的配置。但这台车其实我们在晚上跑国道的时候发现，它的灯光的这个可视角度和范围还是不错。我们晚上2台车，一台追600，一台这个枭500，对于整个路面的这个覆盖范围还是可以。所以这次对于这台车它的灯光，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它整个油箱这个部位是我觉得最大的变化。虽然这台车依然还是拥有一个19.5升的油箱，但是在它造型上，你跟以前老的 TRK502比起来，它确实是不是有感觉收紧了，并且你看到它下面这个护杠没有？居然是原厂就给配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比较喜欢。边箱以及尾箱的这个支架都是原厂的。你知不知道现在在北京有一个什么政策？就是你加装边箱，既然是算非法改装，你敢信吗？边箱不非法，但是边箱上的支架是非法的。所以你如果买了车再去装支架，你的行驶证上没有，这就是非法改装，你受了吗？所以这台车原厂全部给你配好。一点都不算改装，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北京的车友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实惠。护手前面全部配了这个铝合金的护手盖，那这个相比于以前的老502来说的话，它以前是塑料的嘛，现在换成铝合金的，它的越野强度和它的支撑力肯定是更好。公路版它的轮胎是前17后17，而越野版是前19后17。我们的轮胎也有区别，公路版的话用的是倍耐力的天使轮胎，而我们这一台呢是用的越野的这个全地形的象牌轮胎。过一些烂路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它的这个抓地力会比公路版的呀要稍微强一些。离地间隙有一个250毫米，同样坐高也有区别。这台越野版的坐高达到了825毫米，公路版的坐高是800毫米。那这样的话，你看起来坐高是不是825？觉得好像还行，稍微有点高，但是你公路版800听起来就更舒服。但是我坐上来给你们试一下，你们就知道公路版和越野版有多费腿啊！我的身高是1.88米，我居然坐到这台车上只将相当于一个全脚掌刚刚好的这么一个情况，看到没有？因为
我基本上坐大部分车坐上去之后腿都有点略弯的这种，但是这台车呢，它的也就是刚刚好，因为它的坐垫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在你坐上去之后呢，比较费腿啊。那再有一种情况，可能就是因为我大腿比较粗，也可能啊，好吧。但是有一个缺点，我在这儿就刚好跟你们说一下，就是它的两边的脚踏，看到没有？这个脚踏位置，在我坐到车上之后呢，它会刚好卡在我腿两侧，所以在我平常如果说要挪车，或者说是在烂路需要进行这个脚的辅助的时候，就很容易卡到我的腿。整个这个越野版和公路版的轮胎也不一样，刚才说到了，但是我们越野版前19后17的轮胎，前后都用了这个辐条轮毂，而且是用的辐条真空胎，这点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配置。但是也正由于它的这个越野版和普版的这个区别呢，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车重，越野版的车重247公斤，普版的车重225公斤，居然差了将近20公斤的这个车重，这里面是不是灌了铅？但是这台车你看看它这个减震行程，是吧？这个减震行程还是非常满意的，包括它前面是用了这个双碟刹，而且是这个 Brembo 的卡钳。但是我一直在视频里说啊，就是所有这个 QG 的系列，现在咱们就说 QG Moto， 不说钱江了。QG 系列的车，就以前我骑到过的，以前的钱江的老的贝纳利的，包括它的这个 Brembo 的卡钳跟这个车的配合，总是让我感觉不是太理想。并且这次我们在骑乘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比较危险的状况，就是你捏前刹的时候，它的刹车还没有完全的去发挥出来的同时呢，它的 ABS 就介入了，所以在这个刚一着手刹车的时候，在前半段它的刹车就已经开始弹 ABS 了，所以就给你一种心里特别慌的感觉，尤其是在一种比较紧急的状况，你在山路超车的时候，你一捏，突然噌往前窜一下，这种感觉确实是吓你一跳。这一点我觉得，反正老调重弹，他们也改进不了，我就不想再说了，好吧？这个发动机跟以前是基本上没什么区别的，所以你老的 TRK 骑起来什么样，这个其实骑起来差不多也还那样。但是，在整个的骑行感受上，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的感受，就是它的发动机的这种匹配性和它的完整度，包括它的这个顺滑程度，就是这个线性的感受，比以前502就是真的是确实好多了。以前502我记得我在北京跑过2次山啊，就是你拧油的时候，它的那种顿挫感非常明显，而且就是整个车滋滋啦啦那种响声，就让你感觉到这个车特别的散。